一勾一打，不着急，位置暴露，这个点可能会冲你，急了。听好了，死路不通。还要压吗？出问题了，感觉。草根，但不一定能打赢。熊死了。我发现你真的很喜欢前压，感觉就是在你的一个思想里面，这张图防守方就一定得要往前站，然后给对面上卒压力，你们这把才能赢，是吗？我觉得这种打法有点太过于非常规了，就不是一种常规玩法，知道吧？因为你这种玩法太好破，太好解了，纯粹的战斗，纯粹的爽。我跟你说吧，战斗爽就完事儿了。就两边没有什么博弈跟战术上的一些碰撞，思路上的一些交汇，有的只有纯粹的战斗爽。是的，生物最原始的战斗本能。OK， 下半场弗拉维亚。5、4、3、2、1 ，Go！ 炸弹安装完毕，即将为公演增添最璀璨的色彩。常规给兵回防，手雷，交给队友往前，先处理后面的，拉近点，不赖。这张图机枪其实压制力没有那么高。防守方来说，进攻的话，机枪压制力倒还不错。一勾一打，不着急，位置暴露，这个点可能会冲你，急了。你要真想从这个点拉 Q 走的话，在原地拉完 Q 再走，好吧？而且有一点你要记住，就是你要站这么靠前的位置去接人，你加背后就是你的身后啊，一定需要至少有一条枪线去帮你占这片区域，去帮你打这个楼梯上下来的人。常规来讲会在这里啊，会在这里去给你打，或者是在这个近点这个地方去给你打。但这把没有，所以说他能这么跳出来打你。哎，有时候怎么说呢？关注队友的一个站位，其实也会让你去少犯一些这种站位上的一些错误。5、4、3、2、1 ，Go！ 这个是什么段位？夸克。说实话，这么打风险还是挺大的。怎么说呢？一个是枪械问题，就是我不认为你这把枪在这种中远距离有什么统治力，就是你能打得赢对面的哪把枪，我不这么认为。除非你的水平，就是你的枪法高于对面。但如果说你放在那种大国水平都差不多的一个情况下，这种防守方先对倒人4打5的一个纯优势局面，我觉得防守方不该漏了。你完全可以
等进攻方组织下一波进攻，然后把你们的技能、道具什么都留到那当时去应对，多一个人的一个优势是很大的。但如果对枪给对面长枪能对倒你们的机会，说不定局势会反转。就是我说的，能稳的时候就稳。炸弹携带者被击倒了。感觉这个 B 要不是在这挂机，我觉得这把说不定你们会打输。他这个地方这个枪位挂机有点致命了。距离战斗结束，只要信念不倒，一切就还有。前压吗？炸弹携带者被击倒了。掉包，看队友位置，这个点接不了。重生之顶流主播归来，转了可以走，有大不代表你要接。海幻境，感觉要送，或者大白开了。队友补过来了，还不赖。听好了，此路不通。OK， 一个大烂掉。选择太多。这个大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反正，就像我上一把说的那个问题一样，也是一种。这个包掉的这个地方大概率是守不住的，只是对面有点犹豫。其实直接顶你的话，你家队友可能也会因为跟你被对面直接给架死，好吧？烦恼。对，这种就纯属是绑架队友，没必要，就完全没有必要。这个包你杀了一个人掉那，你就让他捡就完事儿了，直接往一点退，还是跟那把的问题一样，太过于急躁了。把战线拉长一点，慢慢打。对于防守方来说，优势是很大的。就对面不是傻子，你开大的时候就非得给你打，对面又不傻又不蠢，对吧？啦，各位准备好了吗？真的是说，如果对面处理好点的话，4、3。刚刚你开大出去那一波，说实话就可能会被秒，因为你那个大没开好，他们能在你大招的边缘跳出去给你打了。3、2、1。Go！ 还要压吗？出问题了，感觉。好跟，但不一定能打赢。熊死了。你看，这是我说的莫名其妙的一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这么去赌前点的话，我觉得机枪不应该站这里啊。应该说信跟机枪的位置不应该是这些位置，就机枪的位置应该是在这里，在这里开 Q， 然后在那边去架，然后信的位置这里可以没问题，然后熊在这藏着，你跟熊一左一右打协同，懂吗？就他俩的枪位重复了，机枪不应该从左边这边出去，应该在这边开 Q 直接架，开架就完事儿了。而且就像我当时说的，你们这么玩，不要以为你们这么赌到对面前点，这波你们能打赢进攻方。我跟你讲，单论技能上来说，你们唯一的对于对枪有优势的点只有熊，而对面有电球、刀，对吧？光幕这种东西啊，对面这把没名啊，没名的话确实可以打得嚣张一点，没问题。那以常规来讲的话，这么赌前点是一个比较蠢的一个决定，我只能说，特别是在你还没大的时候，弗拉维亚有大可以尝试打波非常规，没问题。非常规就是赌对面不会去搜，如果对面慢慢的往前排，慢慢的搜，就是有那种有纪律性的这样去打，说不定就会有问题。那么现在一个一丝，一个死了，一个半血，技能还在，但我觉得也基本上是半个死人，这怎么玩呢 ？B 点的猫回防不到，我觉得对面甚至这波可以直接拉光幕直接干你们了。
对面这个阵容能赢那么多局，我真是想不通。我觉得就那个问题啊，为什么防守方要打得这么急呢？对面这个阵容，对吧？就拉维一个透视，又没有香奈美，你觉得他这个包能摁下去吗？对吧？那只要包摁不下去，这个1点他就打不了，因为你们家有熊，他不可能爆包点，除非他卡一个熊不在的一个 CD。但我不认为对面有这种智慧，我不认为对面有这种协同，因为你们打进攻的时候你们也没有，就说明你们这个局说实话没有这种协同的。那现在新的名刀也出来了 ，Q 走了，对吧？你要一个人接5个吗？这个位置，对吧？他就这样跳出来打你，你能怎么样？你能怎么办呢？你没有办法的呀，对吧？然后回来之后 Q 没了，技能 CD 都没了，一个刀往这一扎 ，OK 没扎出来人无所谓。那这时候对面直接下包，你们有什么办法呢？你敢动吗？如果你有 Q， 你是真的能操作一下，但是你现在绝对操作不了，你不敢动。熊的兵这时候也应该也是在 CD 啊，熊熊死了，我觉得那个猫，对吧 ？Q 也是在 CD， 心也不敢动，被架到死。那么我们的机枪老师呢？炸弹安装完毕，混不到。就算能混到的话，也大概率会有防弹屏障。怎么玩呢？将为目前局势进行到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已经打不了了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打了，已经不知道怎么赢了。所以怎么说呢？这张图攻势就好打在这一点，知道吧？进攻方打 A 的最终目的地80%-90%的可能性一定是下包。所以你的技能一些博弈都要围绕着下包去做，除非你就是说你这把就跟对面就是直接爆了，不让就是来的人就是干他，就跟他直接爆，对吧？那就爆到死，不要退，退了打不了。虽然我觉得这种打法挺蠢的。往前，镰刀结束了。哪怕你这边打赢了，你这个包也拆不掉了。没用，打赢也拆不了包了。这个卡牌处理不掉，对吧？他甚至可以不给你打，拉扯，自然而然就烂掉了。4、3、2、1 ，Go！ 防弹屏障让科斯米特进攻方体验好很多，并非。防守方目前能处理进攻方下包的点太多了，特别是千代这种角色。前点兵，说实话，这个兵没什么大用处。还不如他要铺这个前点兵的话，还不如等对面把包下了再铺呢。还更好打反星一些，可能忍。没有人可以逃脱我的枪口。这波什么意思 ？OK， 好大，全力以赴吧。但是飞就不是好大了，这个兵完全没啥必要啊。机枪开大应对铁墙是没问题的。千代这图是2还是3？2。距离战斗结束还剩40秒。
只剩20秒了。光幕得直接秒下包。炸弹安装完毕，即将为公演增添最璀璨的色彩。时间太久了，下了包也烂掉了。我发现你真的很喜欢前压，真的，感觉就是在你的一个思想，就是你的一个思想里面，这张图就是一定得要，就是防守方就一定得要往前站，然后给对面上逐压力，你们这把才能赢，是吗？我觉得这种打法有点太过于非常规了，就不是一种常规玩法，知道吧？因为你这种玩法太好破，太好解了。就像我说的，进攻方可以不急，等第2轮道具，第1轮道具打你们，懂吧？第2轮道具去打下包，怎么玩呢？特别是如果说对面有那种香奈美这种角色，那你更玩不了。你唯一能就是怎么说能逮到的那些人，就像你家玩进攻的时候的那样的名，他特别的急，对吧？他甚至技能道具信息全部都不看不丢，然后直接往前飘，然后被防守方直接秒掉，对吧？然后这种绕后的这种想法，炸弹安装完毕，即将为公演增添最璀璨的色彩。只能说也不是没有作用吧。月海幻境。但我还是感觉弗拉维亚打正面可能会更适合一些，无所谓。就像我说的，这种非常规玩法，你顶多玩一把的时候可能会有奇效，没啥问题。好雷！慢掉了。现在是关键时刻。好雷，长官。没有大画家隐身的呀，看不到，很正常。5、4、3、2、1 ，Go！哦，打这么嚣张吗？What the fuck, bro? OK， 没问题吧？那如果对面配合是这样的话，那确实没问题。梅米梅马拉是这样的。也不全是，我感觉完全是属于对面蠢，也可以吧。选择太多也是一种烦恼呢。距离战斗结束还剩40秒，炸弹携带者被击倒了。
月海幻20境秒，了， OK。公演加时了，肖奈美会陪你战到最后的。哎，真是纯粹的战斗，纯粹的爽。我说实话，战斗爽就完事儿了，就两边没有什么博弈跟战术上的一些碰撞，思路上的一些交汇，有的只有纯粹的怎么说呢？战斗爽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啦，各位准备好最了吗？原始的， 5、是的， 4、生物最原始的战斗本能。 1，Go！弗拉维亚大很快的呀。OK， 就是你就像我说的，你不着急，用你的技能跟你的一些道具啊这些东西，慢慢的往前排，对吧？被动 Q 技能往前扫，那么他们前面就不可能会站到人。前面站的人，你看，你要是前面有你那么谨慎，你现在那么谨慎就好了。我说实话。中路3个人搁那干嘛呢？那么问题来了。飞2楼。那井家转不出去啊，回又回不去，我觉得这个点纯烂，教官。就这里你其实是出不去的。如果对面会玩的话，会来直接过来抢这个点，机枪不会在这边架，他会往前走，跟这个大花家一起，他会直接过来抢这个点，或者机枪直接跑过来，直接来远点这个地方去架枪，你出不去的这个点。雷光幕想走，真的会让你走吗？距离战斗结束还剩只要40秒。能成功转到 B， 说不定是能赢。OK， 又死一个。反正还是那个问题啊，就是可能在外服啊，在外服那边，这个概念不是很多人都有啊。就是科斯米特这张图，进攻方打信战的这个点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就你能把这个信踹死，我觉得可以，但是踹死之后，你还是要往外面打，就是你还是要从这个门再出去，过来下包，或者是从这个门出去，然后往井家转 B， 对吧？但这个风险太大了，往外跳的话也是一样。就这个点进去了，说实话你就出不来了。为了杀那一个信，然后把整个队伍的站位都弄烂，我真的，你真的觉得值得吗？就你为了杀一个信，把所有人的站位都逼在了这个小房间里面，逼在了信的这个小房间里面，那你觉得后续哪怕你们是5打4，我都觉得很悬。我说实话。能赢的概率有点小。现在又绕吗？完了，被逮住了。他们可能你可能得直接跑，跑慢点，可能他们就要出来找你。打赢了，补掉，直接走。进攻方意识到的有些太慢了呀。
怎么说？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就是其实你早就应该输了的，因为你每次在打之前先偷死了一个，导致了这几把防守你能赢，懂吗？所以你这样说是你抓机会能力强吧？我觉得不是，是对面给你机会。就像刚刚那波就是，这个加拉蒂亚完全没必要给你打，对吧？你中路你传他就打你，懂吗？你不传他就给你拖，反正你中路又回不去，对吧？然后等他的队友过来中路之后，你是必死的，就等于你往下跳被他看到的那个行为，只要一被他看到，你在中路就基本上就已经是个死人了。除非你让队友过来帮你，但队友近点有人，他不可能这么快过来帮你。要帮的话，也是进攻方的人回防比防守方的人回防快，好吧？所以我觉得你当时往下跳，你就是个死人。但你居然你能杀一个，你还能回来，这真的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了。所以对面要这么玩的话，那你确实能赢。反正我还是建议怎么说呢？打这张地图啊，还是多打常规啊。常规玩法你应该知道的，大伙也都会。距离战斗结束还剩40秒。炸弹掉落在了 B 区。只剩20秒了。OK， 是没什么大问题。就除了玩法上稍微激进了一些以外，进攻方的那个令需要优化一下站位跟墙以外，其他都没什么大问题了。主要还是你的队友，反正比较正常的一些配合嘛，对吧？每个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，科斯米特这张图的进攻就会变得很简单。